Eingefahrener Zug auf Gleis 3, S1, nach Frohnau, über Potsdamer Platz. OK， 下午6点左右的自然光所拍摄出来的素材，大概是再美好不过的。一再的欢迎回来，久违的更新，真的过了很久了。交换的时间不知不觉也只剩下1个多月，很多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其实都来不及做。不过在这个时候，我也意识到一件事情是说，其实很多事要在你最有热情的时候、最有动力的时候去把它做完，否则我很有预感，回到台湾应该各种大小琐事就会浇熄自己的热情。所以即使再忙再怎么样，我都很想要赶快的把这些事情集结好，分享给大家。所以欢迎收看柏林是摄影师们的天堂。搭乘6点50分从 Stuttgart 前往 Berlin 的 ICE 列车，前一晚本以为准备妥当万无一失，结果隔天还是跟过往出远门一样，差点赶不上火车。包含中途误点的时间，车程大概6个半小时。除了偶尔打盹，其余的时间都在放空，不时录制沿路看到的景色，就像是看一部片长6个多小时的电影，没有叙事性，每到一站会有德语的广播声，不免俗穿插着我们将会误点几分钟的经典台词。Mein Name ist Heiko Eckhardt. 12 Stunden ist ein Journey. Werte Fahrgäste, entspannt ohne Ticketkontrolle zu reisen, nutzen den Komfort-Check-In in Ihrem DB-Navigator.抵达柏林中央车站 Berlin Hauptbahnhof 的时候，那种给我的视觉冲击感就跟5个月前刚来到德国的时候一样强烈。也许作为首都这件事，或多或少形塑了我对 Berlin 的某种美好想象。它真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第一天的行程，我先将最容易的把底片相机店给逛过一遍，买了几卷底片的同时，也告诫自己，资本主义是个很危险的东西。Eingefahrener Zug auf Gleis 3, S1, nach Frohnau, über Potsdamer Platz, Friedrichstraße. S-Bahn、U-Bahn 大众运输结构跟 Stuttgart 差异不大，唯一让我不适应的部分是 S-Bahn 的车窗是打开的，由于车内没有空调，为了使车厢能够通风，换来的就是从车外传进来的刺耳铁轨摩擦声。观察下来，看到许多乘客会不时捂住耳朵，同时也可以明白为何德国民众佩戴全罩式耳机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乘坐 S-Bahn 来到 Hauptbahnhof Station， 走访柏林最具代表性的其中一项遗产——柏林围墙。总长度167.8公里，最早建立于1961年，其目的在于阻止东德居民通过西柏林前往西德。也因为柏林围墙把西柏林封锁在东德范围内，如同孤岛一般，也被称之为自由世界的橱窗 Schaufenster der freien Welt。 现阶段柏林围墙原址仅有少部分被保留，在不同区域个别保留了一部分。至于这趟柏林之旅需不需要把每个点都走完，我想大概只有体力会知道答案。
当天晚上，在接近午夜12点的时候，我带着相机，漫无目标地穿梭在柏林街头，借此寻找有趣的画面。经过了拥挤吵闹的街区，缺乏公德心的街区，以及教你怎么过马路的街区。在还没抵达德国前，看着 Instagram 上标注各种 Berlin train station as liminal spaces 的贴文，就想找个机会一探究竟。而当我准备离开时，突然听到一阵尖叫声，转头一看，看到一群人围观着一位走出车厢便倒在地上的醉汉。Backroom， 这是我对柏林夜晚车站的第一印象。隔天的行程，我来到名为 Flughafen Berlin Tempelhof 的机场，曾经是柏林3座主要机场之一，同时也是最古老的机场。后来由于经营亏损严重，机场于2008年10月31日停止营运，2010年重新开放成公园。先前在网络上查询了在柏林一带的废墟空间，机场就是其中一个想拜访的地方。只不过在浏览先前造访过的网友们所提供的照片，不禁产生了难道真的有机会可以拍摄空无一人的机场空间吗的美好想象。当然，美好想象永远事与愿违。机场方圆100公尺围起了栅栏，内部正在施工当中，搭起的结构跟鹰架基本上把机场的名称都遮蔽住了，必须退到好远好远，才有办法在缝隙之间勉强看见。离开机场后，我来到不远处一个名为 Spring Park Planetwart 的废弃游乐园。历史记载，游乐园于1969年开业，是前东德 DDR 唯一的游乐园。至1990年代，乐园开始经营困难，并于2002年破产关闭。做好功课了，调查位置在哪了？当抵达现场的时候，游乐园的围墙在我面前，而围墙另一端的景色是怪兽、推土机以及一片荒芜。当下我心想着，即使隔了34年，柏林的围墙仍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或者该这么说，无论何时都可以在柏林的市区看到大大小小的围墙。也许是因为太累又太饿，导致心情低落。这个时候就要吃点东西补充体力。个人最推荐 Döner Kebab， 源自于土耳其，后来在德国成为普遍的街头小吃。吃饱之后，继续往下一个废墟前进。搭着 S-Bahn， 我来到距离市中心大约40分钟路程的前外郊区潘考，拜访一间伊拉克驻柏林大使馆。该空间建立于1974年，是民主德国典型的火柴盒 Planterbau 建筑。自1991年1月波斯湾战争即将结束时，完成统一的新德国政府下令撤离全数工作人员，至今空间仍处于废弃的状态。
前几年在北艺图书馆翻到一本英国艺术家 Wari Bashti 的作品集，其中在2006年的作品 Treble Picture Tchaikovsky's Chaucer 17 in Multiple Exposures 便是在同个空间拍摄。由于底片拍摄的影像被海关的 X 光干扰而模糊不清，但艺术家还是选择将它输出放大，强调了作为外来者所拍摄的影像被无意识的审查机制介入这个观点，并且在2012年发表第2系列的作品，是用打孔机在底片元件上打洞，再放大输出，以人为的方式限制版数，同时并用删除线除去原始的标题。距离这件作品完成后的18年，我来到此地，看到新增的涂鸦、纵火、被破坏或被偷窃的物件，任何有关伊拉克大使馆这些可以被辨别的东西早已彻底消失。其实要不是一开始做了资料，对所有人来讲，可能就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民房了。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当然也会秉持着说，要是能够早一点到现场，也许拍摄出来的东西就会截然不同。不过往好处想，至少在拆除之前，我也是作为其中一位参与者，能够拍摄这些照片，老实讲就已经非常感激了。前阵子跟友人聊到 Berlin 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他提到这是一个极具有文化的城市，或许也因为这样，艺文空间跟创作的能量才会比较强吧。从波茨坦广场慢慢的晃到犹太人纪念碑、历史博物馆、犹太人纪念馆，这几天亲自走访过后，我想在2战被彻底轰炸的 Berlin， 经过70-80年后，在街上看到许多惊喜对比的告示牌、纪念碑，以及很多很多根植在历史上的文化维护地标。这样的体现或多或少得以反映在艺文发展上，去创造出那些能够被记得的东西。再来是展览空间，摄影历史博物馆 Museum for Photography。其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展览是在摄影历史博物馆3楼的 Michael Weasley Double Day。也许是过往听闻过他的作品，早已产生了真想亲眼看到展览现场的憧憬。而在没有意料的遇到展期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人。他的作品用简单一句话形容，是花了数年的曝光去拍出一张照片。在交换的学校 Mills Academy 问了摄影老师，有哪个关键字最能够去形容德国摄影师，或者最能够去体现大多德国摄影师们的创作手法呢？他想了想，回答道：拓扑学 Typography 以及档案 Archive 这2个大类是显而易见的部分。德国摄影师可以专注在一个主题上，不断的钻研，重复性的拍摄下去。这是我在 Michael Weasley 的作品上感受到的，需要的就是一定的技术，以及最为重要的，而且我相信这并不是对摄影有兴趣的人可以轻易达到的。对于所关注的主题，有着源源不绝的热情与新鲜感。无论执行研究了多少年的项目，都能一再的找到新的突破点，都能一再的找到新的诠释空间，都可以一再的将过往执行过的系列巧妙地衔接在一起。无论是对作品、对作者自身也好，都是进到拓扑学的架构当中。看完展览，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下午6点半。同时，在博物馆的门口看见了警察与醉汉的格斗过程。这一天的行程下来，经历了一场美好的视觉飨宴。
隔天，我来到距离市区约1个小时的 Sachsenhausen 集中营，其空间是纳粹德国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1933年启用至1945年，期间关押近18万人，超过3万人丧生。Thank you for your love. Thank you for the heart. There'll never be a long and lonely night again.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而在集中营的正中心，德国政府于1961年设立了一个纪念碑，而纪念碑上的18个三角形，则代表18个国家的政治犯在此丧生。参观的过程，我试着去揣想看过的电影，例如《战地情人》以及《辛德勒的名单》等等。当我在现场看着密密麻麻的文件，依然会有一种不真实的感受。I used to play at love. Love became an empty game. 去年10月的东京行，基本上把所有的行程都放在跑艺文空间这种文化苦旅上。虽然行程很紧凑，但相对来说也单纯些。而这次的柏林行，则是想要跑艺文空间，又想要跑历史景点，同时又想要拍摄废墟，这种3合1，其实就有点像你同时想做数位的摄影、录影，还同时想要拍底片。虽然整个行程非常充实，但这几天下来，也经常是超过体力的负荷。让我们把时间转到柏林之旅的前1周，在学校参与为期1周的工作坊 Super 8 Film Workshop， 内容会是介绍相机及底片的种类以及功能，冲洗底片的药剂以及流程，并会在周5让参与的学生们各自放映拍摄好的影像。当下很直觉地想到 Jonas Mekas 的作品，虽然他拍摄的是16毫米底片，光是影像品质跟机具操作方式就有很大的差异。不过被归类在家庭式影像的范畴中，我想既然有机会去尝试，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毕竟花钱买经验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难得，未来就算真的有钱，也不一定有这个动力跟资源。让我感到有趣的部分是显影剂的调配，咖啡显影 Coffee Noir， 材料非常简单，小苏打粉、维他命 C 以及即溶咖啡。浸泡在咖啡里的柯达 Tri-X 底片呈现出的调子非常不错，待晾干之后再送到媒体教室，用相机将影像数位化。先来看看我在工作坊拍摄的内容，同时也模仿了 Jonas Mekas 半搞笑的加上了独白。When someone asked me,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life in Stuttgart? I don't know how to answer it, but at least I learned how to say bitte, danke und auf Wiedersehen. 时间线拉回到柏林之旅，在柏林围墙纪念碑附近的 Mauer Park 固定会在周日举办跳蚤市场活动。之所以会很期待，一方面是听说某些摊贩会贩售佚名的老照片以及底片相机，所以抱着挖宝的心态前往一探究竟。在其中一个摊贩发现了8毫米正片，有好几卷，但就像是在碰运气，永远不知道内容的差异是什么样子。虽说小孩子才做选择，但考量到预算，只能给自己买1卷试试看。直到学期结束的7月底，我终于腾出了时间，跟学校借了8毫米底片投影机，在同学 David 的协助下，解锁了这卷可能是在1970至1980年代拍摄的彩色正片。
底片时长将近15分钟，共分为2卷，分别是记录了家人在海边钓鱼以及骑马的时光。虽然画面大多时候失焦，不过对我来说，这正是业余式的影像所特有的视觉感，并在正片那饱和却柔和的颜色表现，以既感动又真心的心情，欣赏完了来自遥远的未知的家庭所记录下来的生活片段。We were just lovers, sitting in a car, listening to plot, falling for each other. Picking out skies, feeling super charged, dancing down the closet. It's called for my mother. Like where you are tonight, gonna lullaby. I was all alone with the love of my life. She's got glitter for skin, my radiant dream in the night. 意识再次拉回到柏林。最后一晚，我徒步往柏林东边的方向走去，以柏林电视塔 Berliner Fernsehturm 当作目的地，从11点左右走到快4点。在这5个小时拍的照片不多，不过我走了很远很远，走到我觉得可以说出这趟旅行是充实的了的时候，就可以掉头回去睡觉了。我会说柏林是个充满挑战性的地方，尤其对摄影师们来说，从早到晚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在等着你。在这边做一个结论，依然是在旅行上的探讨，当然很多部分是对我自己讲的了。就是有计划的旅行绝对不会是坏事，它有点像是给自己求一个安心，同时在同一个时间内去开创非常多的箭头，每一个箭头都会告诉你说，嘿，或许你可以往这个方向走走看，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等着你。不过也绝对不会意味着你一定要把这每一个箭头都走完，它有点像是一种可以选择的一个项目。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也要去拥抱所谓的毫无收获的结果，例如去了废墟，结果什么都拍不到。但这就是旅行的这一部分，你要去拥抱它，去拥抱好的跟不好的这些东西加总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旅行。那么柏林之旅这一趟我走下来其实非常的短暂，有非常多我写在 Excel 的很多的行程其实都来不及走完。不过正也因为如此，就会告诉自己，提醒自己说，未来还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还要再来到柏林，去把这些还没有被探索过的地方给走完。所以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见。